欢迎回来。中印边境事态近来有所缓和。周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通电话，就中印双方相关问题进行交谈。王毅表示，去年中印边境事态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既往教训值得深刻汲取。同时，双方也同意建立沟通热线，及时交换意见。王毅表示，去年中印边境事态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既往教训值得深刻汲取。近期印度对华政策发生摇摆倒退，两国务实合作受到影响干扰，这不符合双方利益。过去几十年经验反复表明，突出分歧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侵蚀互信的基础。王毅说，近期中印一线部队在班公湖地区完成脱离接触，现地局势明显缓解，双方务必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局面，共同巩固既有成果，保持磋商势头，进一步缓和事态，完善边境管控机制，推进边界谈判进程，不断积累增进互信，实现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王毅外长说的这个是非清楚呢，我想这个几层含义吧。第一个就是2020年的中印边境对峙呢，这个原因是由于印度呢首先发起的，或者说印度对中国的常识在边境的基础设施建设呢，这个违反了双边的协定，最后导致这个双边对峙的这个扩大。另外一个是非清楚呢，说的就是2020年6月15号的加勒万河谷事件。这个事件呢来龙去脉呢是很清楚的，就是印度呢这个有意的故意设套呢，对中方的这个边防人员进行这样的这个打击，最后导致了这个事故呢这个失控。去年6月，中印两军在边境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同年9月，印军非法越线进入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悍然对前出交涉的中国边防部队巡逻人员鸣枪威胁，打破了45年的边境平静，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对峙。此后，中印两国外长在莫斯科进行会面，为解决中印边境冲突达成共识。随后，中印第9轮军长级谈判取得建设性进展，中印两军位于班公湖南北岸的一线部队于2月10号开始同步有计划组织脱离接触，双方从焦点地区一线全面撤军，宣告了持续9个月之久的紧张局势逐渐缓和。2月20号，中印举行第10轮军长级会谈，对班公湖双方撤军对于解决两国边境问题释放的积极信号表示肯定。实际上，印度媒体近期的一系列报道也从侧面证实，试图在中印边境地区改变游戏规则的正是印方。今日印度周四援引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称，在去年8月，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领导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占领班公湖南岸多处战略高地。根据设想，该建议在国家安全顾问和印度最高军事将领的密切监测下，由特种边防部队和陆军部队来精准实施。报道称，在同一场会议期间，印度空军元帅巴达乌里亚还向国家安全顾问通报了印度空军为应对中国所采取的激进立场。在周四的通话中，王毅表示，中印两国关系持续走低，对双方都是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要坚持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战略共识，坚定走相邻大国互信合作的正路，不走怀疑猜忌的歪路，更不走消极倒退的回头路。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要坚持两大新兴经济体携手发展的大方向，并肩前行，而不是相互牵制；合作发展，而不是互垒高墙。双方可以从易到难，循序渐进，为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推进务实合作积累条件。苏杰生表示，日前两军在班公湖地区脱离接触，是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外长莫斯科共识的重要成果。印方系同中方加强对话协商，尽快实现其他地区全面脱离接触，推动两国边境局势持续降温，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印方愿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和整体大局出发，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尽早重回正轨。两国外长也同意建立沟通热线，及时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周五在回应印度记者有关热线的具体时间表、计划等提问时表示，中印双方还将就热线问题进行商讨。王毅外长跟苏杰生外长的通话里头明确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沟通机制呢，我想这是这个双方都是发出一个很友好的信号，就是发生问题呢还是要随时沟通，不要在相互封闭的空间里头去互相猜忌。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就向深圳卫视表示，中国仍要警惕印度国内民族主义对中印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在中印一线军队开始从对峙地区后撤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却被国内的政治对手指责向中国割让土地。这个中印的很多问题都是印度对中国的所谓威胁、猜忌导致的。就中国实际上经常传递一个比较友好的信号，但是在印度看来呢，他总是觉得要从这个恶意的方向去解读，所以呢，就是他采取的措施往往都很出乎这个中方的意料所以呢，这个也就导致这些年中印关系波波折折。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印度要调整他对中国的这个猜忌周四，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后任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出席了参议院财务委员会的提名确认听证会。外界注意到，在这场听证会上，对华贸易政策是否取消特朗普时期的高额关税，以及如何与盟友构筑所谓包围网对华施压，成为焦点。那戴琪对此有何表态？相关表态又释放出何种信息？来看报道。戴琪在听证会上说，为应对中国带来的所谓贸易挑战，将探讨所有选项。他考虑与同盟国构筑包围网对华施压，还表示美国需要以更多的战略投资增加供应链弹性和贸易执行力来应对中国。戴琪表示，支持以关税作为反制中国的所谓合法工具，要求中国履行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And tariffs a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our fair trade remedies.toolbox。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对此回应表示，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双方的利益深度融合，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此前，戴琪在听证会的书面证词中宣称，美国将与盟友合作对抗中国，同时也采取务实态度。戴琪称，中国既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彭博社指出，这些言论表明戴琪将在中美谈判中采取强硬路线，同时也表明拜登政府将以一种更有条理、务实的方式来与特朗普团队贸易政策上的混乱局面划清界限。我个人的判断是会先硬后软。美国目前的国内需求的大势所趋，是需要它从疫情的阴影还有这个就业的压力中走出来，所以它当然是需要国际的帮助合作，还有国外资本的投入但是这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包括之前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形成的非理性认知但是这些理性因素最终是不能与大势所趋相对抗的，所以一开始可能会继续强硬下去，强硬一段时间，但是到最后可能还会放宽对华贸易政策的限制。现年45岁的戴琪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在华盛顿特区长大，父母是台湾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曾在华盛顿特区多家律师事务所的国际贸易部门工作。戴琪中文流利，小时候经常随父母回台湾，还曾于1996年至1998年代表耶鲁大学前往中国大陆，在中山大学教授英语。在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首席贸易顾问前，曾任美国贸易办公室法律总顾问。一旦听证会获得任命批准，戴琪将成为首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亚洲女性。虽然拜登政府不急于完全推翻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但美国商界已经等不及了。近日，美国商会发布了了解中美脱钩报告，估算中美脱钩在投资、贸易、人员流动、思想交流以及航空、医疗器材等领域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报告预计，脱钩会导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减半，美国 GDP 每年可能损失5000亿美元。而特朗普之所以还要冒着巨大的经济损失来推行这样的政策，最重要的考量是他错误地把中国当成了一个全面的竞争对手，所以才会用权力的逻辑来代替市场的逻辑，试图把中国崛起的势头遏制下去。那么拜登将来如果要叫停脱钩，他真正的考量应该是他发现中国崛起的势头是不是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或者科技手段来遏制，恐怕还需要重新的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于当地时间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对关键产品和行业的供应链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解决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面临的风险。1天后，3名美国防部官员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谈及国防部对抗击新冠疫情所做的支持工作时，共和党籍参议员因霍夫就在向国防部负责采购和保障的代理次长卡明斯指明提问时抛出一组数据。我惊讶地发现，我们使用的针头和注射器中有80%是来自中国。Is that correct? And then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to try to get back on top of this? 卡明斯则干脆地回答 That is correct, and we have assisted HHS with transportation to get those needles and syringe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the delivery of vaccines. 中国生产针头和注射器，这是一种国际分工自然而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为有意为之的战略。那么英霍夫刻意的把这一点渲染为中国的一种威胁美国安全的产业政策，本身反映出了美国对于自身在全球产业分工链中的不自信。与针头和注射器相比，全球芯片短缺问题更是美国政府的心头病。拜登周3就表示，他将寻求国会立法拨款370亿美元资金，用于扶持美国芯片制造业。据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统计，美国半导体企业占全球芯片销量的47%，但只占全球产量的12%。目前，美国在该行业主要依赖来自台湾、韩国以及中国大陆的产能。有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大陆一直在与美国争夺所谓技术主导地位，将这一关键产业的生产主要集中在竞争对手国家，代价将是巨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一飞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拜登政府有意借重构供应链实现产业转移，但能否达成这一目的仍有待观察。他某种程度上想要和特朗普一样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是有困难的，是因为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这样的产业转移里面，现在即使那些制造业想要回归美国，但是美国本土是不是有充足的廉价而且高素质的人才能够把这些产业接住，这是另一个问题。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贸易代表人选戴琪表示，支持以关税作为抗衡中国贸易政策的合法工具，并强调中国必须履行与上届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您认为戴琪这番话主要是讲给谁听的呢？我认为戴琪在讲这番话的时候，他心目中的听众对象有3个。第一个是讲给美国国会听的，因为当前戴琪的身份还整整是拜登总统的提名贸易代表人选，尚未获得美国国会参议院的通过。在参议院即将就职表决前，他要通过这个强硬的表态来打消相当一部分参议员的疑虑，表示自己虽然是一个华裔，但是并不像外界传说中的那样会亲华。第二是讲给美国商界，尤其是华尔街大佬听的，因为近年来饱受中美贸易战，尤其是特朗普对华加征的关税之苦的美国商界，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正在给拜登政府施加强大的舆论压力，希望他能够撤销这些关税。日前，美国商界发表报告，反对中美经贸全面脱钩，就是商界游说施压动作的一部分。第三才是讲给中国听的。早在此前，我就曾经在评论中说过，拜登上台之后不会立即撤销特朗普对华加征的关税，他会将这些关税当成是跟中国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是，拜登开出的价码究竟是什么？而戴琪的这番讲话似乎是给了我们一个初步的答案。戴琪说，他们会探讨所有可能选项，推动中国推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确保2大经济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同时，他还公开指责中国经济是国家指令型的经济模式。这个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想要以这些关税作为筹码，逼迫中国改变自己的经济体制。至于拜登政府会不会以这些关税作为筹码，逼迫中国在香港、台湾、南海、新疆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我们目前暂时还看不到这个迹象。我们注意到戴琪还再度提到了要重整并强化美国的供应链。那您认为美方这样做的深层次目的又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不仅意味着
拜登政府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重整美国的全球供应链，而且几乎所有明眼人都知道，这一招是冲着中国来的。它意味着拜登政府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执行特朗普曾经威胁过的中美经贸脱钩政策。我之所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拜登政府用的是重整而不是脱钩2个字。重整并不意味着中美经贸全面脱钩，而仅仅是意味着在重点领域与重点产业上来脱钩。而在我看来，拜登重整美国的全球产业供应链，其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威胁和打压中国，同时也是为了讨好和拉拢自己的盟友，把盟友们都捆到美国这艘大船上来。拜登宣布重整产业链，在重点产业领域里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并把这些供应链向盟友之间转移。这个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为了进一步讨好和团结盟友，准备端上实实在在的牛肉了，也就是通过给盟友经济甜头的方式，用真金白银来奖励那些跟随自己的盟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正准备同时利用软实力与硬实力来拉拢盟友。软实力指的就是所谓西方国家的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解决美国和盟友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硬实力方面则有2条腿在支撑，一条是安全上的，也就是继续承诺美国会在安全上保卫盟友；另外一条则是经济上的，也就是要在重点产业上与盟友们实现经济利益的捆绑。不过我认为拜登的这个做法也将面临3大难题，一个是美国的产业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已经相当深，即使部分重整与切割也将导致鲜血淋漓；二是这样做将会背离美国自己所信奉的市场经济规律；三是它将破坏全球市场的经济秩序。我们看到，由于全球，尤其是美国对台湾生产的芯片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美国一部分政客已经在担忧台湾芯片制造企业台积电的安全。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有些人，尤其是蔡英文当局，可谓是非常的得瑟，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又为台湾的安全增加了一道保险，而这套保险就是由台湾生产的芯片所带来的。大家知道，过去蔡英文当局为了寻求美国的保护，以及跟美国套近乎时，惯用的说辞就是美国跟台湾共享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似乎只要念了这个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台湾，尤其是保卫台独。但是这些东西毕竟都是虚幻的，经不起现实利益的考验。而现在随着台湾芯片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枝独秀，蔡英文当局终于找到了一根可以把自己跟美国系在同一条船上的实实在在的绳索。因为台湾的芯片制造水平已经把美国、日本、韩国、欧洲都甩出去了一条街，尤其是台积电，他们的5纳米芯片已经进入了量产，并在3纳米芯片上的制造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相反，原来美国芯片制造业老大英特尔，连7纳米的芯片还要2年之后才能够实现量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新冠疫情导致的电子产品需求大增，并因此而引起的芯片缺货，包括美俄在内的相关国家都在通过官方层面向台湾求情，要求台湾优先为他们供应芯片。在岛内一些人士看来，台湾的芯片在全球一枝独秀，不仅使得蔡英文当局可以跟在美国后面，利用芯片来打压大陆的相关科技企业，而且也使得蔡英文当局意外地收获了经济与安全战略上的多重效果。一个是使得美国在重整全球产业供应链的时候，不得不把台湾纳入其中；二是它将会成为台湾跟美国洽签所谓自贸协议的一个有力的筹码；三是使得美方为了保障芯片的供应，而不得不保卫台积电，并且不得不保卫台湾。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加拿大众议院近日表决通过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动议，面指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所谓种族灭绝，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而加拿大之后，荷兰也来凑热闹。荷兰议会周四通过动议，同样把所谓种族灭绝的脏水泼向中国。相关做法立即遭到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的强烈谴责。
中国外交部周五也喊话荷兰立即停止错误做法。首先呢，我想要告诉你一个事实，这就是1978年以来，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已经从555万增加到了2018年的1271万，也就是说，新疆的维族人口在过去的40多年当中增长了1倍还要多。仅仅是2010年到2018年的8年当中，新疆的维族人口增长就达25%，这个数字呢高于全疆人口的增幅，更是新疆汉族人口增幅的10倍还要多。所以，我想请你向荷兰的这些支持这个所谓动议的议员先生们呀，问一问，面对这样一个数字，他们该如何解释他们所通过的这个动议？周四，荷兰议会2院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动议，认定中国对维吾尔族实施所谓种族灭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荷兰有关涉疆动议罔顾事实与法律常识，对中国蓄意污蔑抹黑、粗暴干预中国内政，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涉疆问题的本质是反暴恐、去极端化、反分裂的问题，事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前些年，新疆地区发生了上千起暴恐案件。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政府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同时开展预防性的反恐，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去极端化。中国新疆地区认真落实联合国制定的防止暴力极端主义计划，完全符合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原则和精神。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新疆也连续4年多没有发生一起暴恐案件，社会安全稳定，发展持续向好，人民安居乐业。汪文斌表示，事实证明，新疆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种族灭绝，这完全是极端反华势力蓄意炮制的世纪谎言，是污蔑抹黑中国的荒唐闹剧。汪文斌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希望荷兰有关方面秉持客观和公正立场，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大局。外界注意到，荷兰首相吕特所属的自由民主人民党对于此次动议投下反对票。荷兰外长布洛克也强调，荷兰政府不希望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但荷兰议会2院仍执意通过相关动议。中国驻荷兰使馆发言人指出，种族灭绝在国际法上有明确的定义，荷兰被誉为国际法之都，然而个别议员却将这一严肃话题视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把戏，在大选前恶意炒作涉疆问题，罔顾事实和法理，这凸显了其对华无知与偏见，充分显示了其自私和狭隘，是对公平正义、严谨审慎的国际法精神的严重背离。中方敦促这些别有用心的议员悬崖勒马。国际社会有权利定义种族灭绝的呢，或者是做这种种族灭绝罪判定的，只有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荷兰作为一个这种国际法之都，在这种严谨的国际法方面犯下了这样的低级的错误，显然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想呢，就是肯定会对荷兰的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冲击。外界注意到，荷兰议会此次是紧随加拿大之后通过涉疆动议。周一，加拿大众议院通过一项动议，妄称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实行了种族灭绝。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加拿大众议院是在美西方议会中挑头炮制涉疆动议，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长期以来，加拿大都以人权教师爷自居，对别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此次更是公然散布涉疆虚假信息和谎言，对中国蓄意污蔑抹黑。讽刺的是，动辄把人权挂在嘴边的加拿大，恰是人权状况劣迹斑斑的典型。加拿大对原住民的残酷迫害举世皆知。2008年，联合国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时，加拿大是极个别投反对票的国家，直到2016年才撤销反对立场。加政府迄今未解决原住民低教育率、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贫困等问题。
原住民平均寿命比其他群体低近10岁，中学教育普及率仅70%，就业率不足60%，收入明显低于其他族裔。加监狱中原住民在押人员比例高达60%，针对原住民的暴力凶杀问题也十分严峻。仅1980年至2015年间，就有数千原住民妇女和儿童失踪或被谋杀，且此类案件侦破率极低。2019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加各级政府对涉原住民女性案件的处理存在严重偏见和结构性问题，甚至达到种族灭绝的程度。周四，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声明表示，新当选的学生会干事会在参选宣言中针对国家安全的言论可能违法。校方关注学生会利用校园做政治宣传，令大学声誉受损，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2月24号，港中大选出新一届学生会干事会硕业。仅仅过了一天，港中大发表声明，痛批该组织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平台，让学校声誉受损，并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有港媒形容，校方此举等于间接封杀学生会。今年1月底，硕业发表参选宣言，其中充斥着大量乱港言论，公然抹黑香港国安法，又指责港中大报警拘捕本校学生。随后，硕业会长林瑞熙及外务副会长罗子维到乱港网台节目造势。林瑞熙称会把校园抗争与校外抗争连结，以港中大做起点，宣传所谓香港人论述。他还透露，大部分硕业成员都曾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期间被拘捕过。林瑞熙在访问中声称，自己曾邀请港督军师戴耀廷到港中大演讲，上任后会请更多老鬼回校宣传所谓本土意识，并会联结大专学界一同抗争。对此，港中大曾在本月初发表声明，对硕业发表的事实指控及有可能违法的言论表示强烈反对。而在周四的声明中，港中大再次强调，校方曾在事后与有关学生沟通，提醒其针对国家安全的言论有可能违法。此外，学生会干事会成员对大学的事实指控，以及利用校园作为政治宣传的平台，不但违背了大学的宗旨，也令大学声誉受损。声明指出，由于该学生会干事会经劝喻及提醒后，并未澄清涉嫌违法及失实的言论，港中大作出5点决定，包括暂停为学生会代收学生会会费，要求学生会注册为独立社团或公司，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暂停学生会干事会相关学生在校内不同委员会的职务，暂停校方为学生会干事会提供的行政与大学场地支援。校方还将因应情况，在有需要时采取进一步措施。港中大最后强调，基本法是香港法治的根基，基本法尊重和保障大学学术自由、个人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也有保护国家安全的条文。大学绝不容许校园出现危害国家安全之事，若有学生作出煽动违法言论，大学将予以严厉处分，包括着令有关学生暂时停学或将有关学生开除。我觉得校方是想清楚这个法律责任，因为整个现在学生会，现在新一届学生会的整个做法呢，是极有可能违反这个国安法包括这个煽动这个恐怖活动，所以呢，校方呢想切割，也想告诉其他同学，千万不要跟随这个方法去做，毁灭自己的前途的。根据上述要求，硕业应该根据香港特区社团条例或公司条例进行注册，其中社团注册由香港警方牌照科负责。2018年9月，香港保安局曾根据社团条例第8条，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及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禁止港独组织香港民族党的运作或继续运作。因此，对于硕业这样的乱港学生会组织，注册成为社团或公司也可能会失败。周五凌晨，硕业召开记者会，会长林瑞熙称，校方的制裁措施是港中大学生会成立51年来首次，甚至放在整个香港都是前所未有。第一，这肯定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但香港现在的情况也是香港从前也没有发生过的，所以特殊的环境要用特殊的手法。说我要封杀这个学生会，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因为假如学生会能注册能改，不要再搞什么港独不要搞什么去中国化，不要再搞什么煽动这个恐怖主义其实学校跟学生会
还是可以继续合作，让学生会呢去服务同学也可以发挥这个独立思考的一个这个功能的。香港周五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约7万名已预约市民将陆续接种科兴疫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秦月现场直击位于香港佐敦的疫苗接种中心，现场运行情况如何？因应香港市民高涨的接种需求，港府接下来还有哪些进一步安排？当天完成接种的香港著名歌手张敏敏又有怎样的感受？直播港澳台正在播出。香港周五正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5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和医管局辖下18间普通科门诊诊所向已预约的优先组别市民开放接种科兴疫苗。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上到各疫苗接种中心视察。聂德权表示，特区政府将于下周重新开放网上预约系统，并新增3间疫苗接种中心。我们现在呢是在位于香港佐敦的关冲市政大楼的疫苗接种中心。那接种的地方呢，其实是位于6楼的体育馆之内。那今天中午，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也来到这里视察市民注射疫苗的情况。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看市民是陆续来到这里接种。今天全港一共是开放了5个接种中心，从早上8点半开始就展开接种。那早前政府的预约网站呢是在大半天之内就爆满，供不应求，总共是有7万个市民登记。聂德权在视察铜锣湾中央图书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后表示，5间接种中心运作顺畅，早前开始预约时市民反应踊跃，首2星期名额已爆满。因应不少市民希望尽快接种，特区政府会新增3间疫苗接种中心，包括将军澳体育馆、葵青林士德体育馆和屯门友爱体育馆，暂定运作56天，会根据需求和疫苗供应再更新安排。陈肇始则透露，特区政府官员、行政会成员及立法会成员等于本周一接种疫苗后，至今未有任何不良反应。他呼吁市民踊跃接种疫苗。当天接种疫苗的还有年过80岁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及曾担任香港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打疫苗係保護自己，更加係保護自己嘅家人。又保護香港，所以最緊要呢，你哋大家每一個人呢，都去打疫苗，大家團結，合力戰勝呢個病毒嘅。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預計今年夏天會有50%或以上香港市民接種疫苗，逐步建立群體免疫，屆時有望逐步放寬防疫措施。香港著名歌手張敏敏周五也第一時間接種了疫苗。非常之感恩國家嗰個醫療嗰個團隊同埋呢個抗疫嘅精神，嗰個好勇敢啦，好有能力，佢令到我哋每個中國人都有一種光榮一種驕傲，唔怕呢個疫症嘅。咁如果佢第一時間我哋有得打咧，我覺得我亦都係，所以我好激動啦！前晚我第一時間上網啦，今朝早我第一時間去 book。咁我作為第一身，我要感受下呢一種呢種咁嘅國家嘅能力啊！因為點解咧？我哋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帶菌者㗎嘛，有機會做一個帶菌者㗎嘛，係嘛？即係香港係冇一個免疫嘅地方嚟㗎嘛。咁啊，既然有疫苗打啦，我覺得我哋應該盡一份義務同埋責任，好好地維持呢個社會嘅穩定啦，唔好作為一個帶菌者啦。咁我都會呼籲嘅，我會呼籲我周邊嘅朋友啦，即係群體啦，我會講俾佢聽。我打完之後嘅狀態啦、感受啦。而多位香港市民也對深圳衛視記者表示，對國產疫苗非常有信心。知唔知今日即係嗰啲打嗰啲係咩廠家生產嘅？科興啊嘛，係我哋祖國嘅嚇。感覺點啊？Very good。點樣支持香港呢一批疫苗？其實你有啲咩感想？我覺得可以講係幸福2個字，好幸福。又免費打，又安排好晒，樣樣嘅嘢都。咁對呢個國家嘅疫苗有信心啊？有，一定有啦。有咪搏咯。係咪對科興好有信心咧？梗係有信心啦，係啊，國家㗎嘛。心情好開心，好舒服，同我針好咧，係一啲唔舒服都冇。會唔會推薦黐親友？100% 啦，完全話俾你知，
冇問題。